夜华，你的阵法图我完全看不懂。当初我在昆仑虚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，阵法在我生物的课业中排名第10。我只要看到这阵法图就头疼，全身都疼。那你还正儿八经的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之前是担心你的手拿笔不利落，不过看来你拿笔的姿势还挺好看的，就想多看几眼。娘亲，娘亲，我的团子回来了，自己拿这么多东西，让他自己来。娘亲，娘亲，团子回来啦！程玉，程玉，这个就是我娘亲，你看我娘亲是不是很漂亮？原来这位就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程玉元君。殿下，小仙能摸一摸娘娘吗？我娘亲是我夫君的，只有我夫君可以摸，你摸什么摸？我长这么大，第一回见着一位女上神，摸一摸都不行吗？当着我的面调戏我的妻子，程玉，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殿下真是小气。阿离，你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从灵山上给你们带的果蔗。阿离最乖了。来，家人去接我时，千叮咛万嘱咐说，夫君右边的这手臂伤了，让我千万不能耍赖让夫君抱。夫君，你的手伤疼吗？不疼。夫君，一只手就可以抱起你。哎，没事吧？小心。别担心，前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右手有些知觉了。我自然知道，你的手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只可惜你画的一手好丹青，若因此而不能作画的话，日后我同团子的画像还要劳烦他人，岂不太不方便了？要不现在就给你描一幅。现在？娘娘风采卓然，等闲的画师都不敢落笔的，怕也只有殿下才能将娘娘的仙姿给绘出来。这么会说话。走了，团子。程玉，哎，你也过来坐吧。好。程玉听说，上神是凤九小殿下的亲姑姑。不错。哦，那小仙斗胆，请上神给小殿下捎个口信儿，说我在九重天遇到了麻烦事，要劳烦小殿下上来一趟。我即刻托人给他捎口信便是。不过他近来心情不好，会不会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就不劳烦上神费心了。我跟小殿下的交情啊，深得很。你们竟如此熟吗？没有，缘分，缘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歇歇了。殿下，小仙坐了这么许久，脖子都快歪了，怎么连小仙的一片衣角都没有啊？程玉，怎么这上面没有你？夜
华他近来体力不济，一只手作画很累的，你多体谅他。体力不济，体力不济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夫君虽然抱得起阿离，却抱不起娘亲？夜华，程昱，把阿离带回店内休息。夜华，是。夜华，快点放我下来。夜华，方才我不要去一览芳华，你不要介意。什么？那个，她毕竟是团子的亲娘。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抛下你们跳下诛仙台，但是死者为大，在她曾经住过的地方与你不太好。我知道。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说吧。我已经让奈奈把她的东西锁起来了，也告诉自己不再轻易打开，省得找不痛快。她的东西我已经烧光了。还有一件事。芊芊，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交代啊？方才说的都是过去的事，接下来说的这件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还记得我在西海的时候同你讲过想要与你退婚的事情吗？记得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瞧清楚自己的真心，说的那番话，你莫放在心上。如今我们两情相悦，自然是不能退婚了。我在西海闲来无聊的时候，算了算日子，9月初2那天，一嫁娶，一心土，总之，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。不如你同爷爷讲，我们在那天把婚事办了吧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这样说显得不太稳重，由你去提是不太好。不如我让我阿爹阿娘去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老人家说会显得比较稳妥。芊芊，你再说一次，你愿意同我走吗？夜华，我爱你。我真的爱你。我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。我们京京女子一向就是这么坦白的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可她自小在板正的九重天上长大，该不会嫌弃我这2句话太轻浮？就让情分纠缠。
先说下一场风霜。姐姐，再为我生个孩子。怎么还不睡啊？我都快让你折腾散架了。芊芊，如果真如李靖所说，乌云上升元神一旦归位，东皇钟上的封印也会减弱，金苍破钟而出，那时你会怎么做？怎么了？若7万年前，你有机会先一步封印东皇钟，你会不会真的替墨渊上神去？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有机会替他去，当然会去了。昆仑虚任何弟子都不会犹豫的。怎么？睡吧。夜华，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。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神。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的。是吗？师父的眼睛呢，不像你这般漆黑，不像你这样谷水无波的。你说你在神仙里面也算年轻的，怎么这样老成，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？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，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。天都亮了，那你要起来还是再睡呢？有点口渴了，命人煮茶吧。好。从今日起，已派人时时留意东皇钟，如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君上的意思是，那擎苍要出来了？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，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只要东皇钟有异动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立刻来找本君。是。
你说你亲眼看到白浅上神往君上的茶鬼里面下药，你真的亲眼看到是白浅上神？奴婢不敢撒谎。怎么可能？他跟夜华是有婚约的，不至于如此啊。对于这位上神和君上的事，素锦始终有个疑虑在。难道娘娘没有吗？你在疑虑什么？你先退下。是。这300年前的事，素锦至今记忆犹新。娘娘不觉得奇怪吗？昔日君上对那个凡人爱入骨血，300年来也是守着那盏灯，心心念念要造出个假的来。怎么这一切在去了趟东海后，突然就变了？哪怕是变了，也变得太快了些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说到本宫的心思里了。本宫也一直在忐忑，这夜华是受了什么蛊，怎么这么快就移情了呢？都说青丘九尾狐一族善用媚术，说不定今日这奴婢看到的，就是什么媚药呢？现在，这都是猜测。毕竟他是一个上神，又跟夜华有婚约在先的，他不至于如此。就算夜华对他无情，也是要娶的。有件事，娘娘恐怕不知。又有什么蹊跷之事啊？在君上去东海前，青丘的白凤九曾假扮成我的样子，去紫宸殿里偷走了劫魄灯。什么？偷走劫魄灯？那个白凤九，堂堂一个帝姬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之事？你为何今日才告知本宫？当时三殿下和司命特地来替他赔罪，说是他不懂事，胡闹着玩才偷走了灯，还拜托我千万不要追究计较。我也是看在东华帝君和司命的面子上，将此事压了下来。早就听说这个白凤九顶着报恩的名义，在太晨宫里胡作非为，扰得太晨宫里不得安宁。原以为帝君会嫌弃这个小殿下，没想到还挺维护他的。帝君心思莫测，谁能猜到？不过臣妾想到这件事，是觉得蹊跷。娘娘，您想，白凤九先是偷走了养着素素骨血的劫魄灯，白浅随后就在东海与君上相遇。君上在见了他一面之后，又迅速移情，不再做任何重造素素骨血的事。如此一联系，是否太过巧合了？的确太过巧合。所以，不管白浅是不是跟君上有婚约，我们都应该查清楚此事。倘若这个白浅的心思真这么深，娘娘就应该早一些禀明天君和君上。这种女人，做太子妃，或是未来天妃，都太危险了。不错，但是目前这些都还只是猜测。她毕竟是白浅上神、青丘女君，轻易得罪不得。那位上神已经来天宫2次了，都没有拜会过我。今天我倒要去见见他。娘亲，你看得太快了。你一个小孩子家看那么仔细做什么？等我看完了讲给你听啊。娘娘，
都起来吧。孙儿见过阿奶。快起来吧。是。臣妾见过君上，见过上神。白浅上神，乐须娘娘，按礼数，我应该给上神行礼请安。但鉴于你跟小儿的婚事，你我行礼请安的事，就两两相抵了吧。还是随了夜华这处的辈分吧。白浅见过乐须娘娘，那我就受了这未来儿媳的礼了。君上，夜华，你看你总忙于政务，茶都没来得及喝就凉了。母妃让人再去沏一杯新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何必如此麻烦？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。哎，那茶不能喝。这茶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，身体会不舒服。你毕竟才刚大病初愈，万一喝了凉茶，身体又病了怎么办？母妃不必忧心，此茶正是浅浅为我准备的，里面添加了不少折颜上神给他的养生补气丹药，正是用来调理身子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偷偷放了调理的丹药？原来如此，上神有心了。娘娘无需客气，毕竟夜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，我也希望他尽早调理好身体。话说到这儿，让本宫想起来你二人的婚事。上神已经先后来九重天2趟了，如今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要不然，把婚事提到日程上来吧，把这桩喜事提前办了。一来合乎天族的传统，二来也算了了天君和夜华父君的心事。上神意下如何？虽然我是青丘的女君，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，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。好，这样我跟天君先说一下，提前准备着。毕竟天族和青丘的婚事是大事，马虎不得。阿奶，阿弟喜欢你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平时就不喜欢我喽？平日也喜欢，但今日最是喜欢。阿弟就盼着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，这样一来，阿弟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。哦，那要是不成亲的话，你就找不到娘亲了。若不成亲，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族规矩，偷偷来寻夫君。你看这次就又是深夜偷偷来夫君的寝殿。若每次都这样，阿弟找起来实在不方便。夜华，怎么总是不讲话呀？正如母妃所言，此乃天族和青丘的大事，须得由天君和胡帝商谈，急不得。你心里有数便是最好。本宫就不耽搁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，先走了。孙儿恭送阿奶。去看书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调养的丹药啊？连我母妃都晓得这茶有蹊跷，我若不清楚，岂不显得昏庸无能？哎呀，原来乐须娘娘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！我说她怎么来的这么匆忙？你们天族规矩真多，心思真多。怎么如此看我？
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。如今你与我说话，都活泼了不少。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，只因现在活了14万年，四海八荒称我一句姑姑，自然不敢言语太过轻浮。哎，我们的婚事你是怎么准备的？这是大事，必须从长计议。这几日东华帝君刚回来，有许多事要跟天君商议。待过几日，天君空闲下来，我亲自去与他奏请完婚。要等这闷葫芦，不知又要等到何时。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，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，免得日后闷葫芦去了被刁难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是在准备小殿下的生辰吗？君上素来不喜这等大红色，去换了吧。是君上亲自吩咐下来的，说青丘的姑姑即将嫁过来了，叫我们准备着。是这个道理。毕竟姐姐她是青丘上神，又是君上未来的正妃，马虎不得。稍后我回宫，势必也要与君上和乐须娘娘商量看看，如何准备这迎娶正妃的大礼。快去吧。是。娘娘，当初你嫁入这洗梧宫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拜祭天地的礼，您还不如做天妃的时候呢。我对夜华是自小的情谊，赤心日月可见。日后谁是这洗梧宫真正的女主人，还不一定。是娘娘。夜华，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，那我们商议一下，这聘礼，还有迎亲的礼仪，这可是大事啊。是。父君莫要高兴得太早，夜华还需下凡间历个劫。为何要历个劫？东海瀛洲的4大凶兽，继承了父神半生的法力，可夜华却砍了他们，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。儿臣这2天查了查天规，夜华理应下凡历劫。旁人都不计较了，你也就不要再计较儿子犯下的小错了。天族有天族的规矩，犯了错理应受罚。正在说着高兴的事，你这也太扫兴了。夜华，你父君说的对，毁了父神的东西是要去历劫的。孙儿明白。不过你毁了神之草，这功过相抵，本君就罚你下凡，但不去历劫，让司命在你的运部上留个空白，因缘际会，这都是上天说了算。你以为如何？孙儿遵旨。不过是历劫，最多2个月就回来了。依照夜华和青丘白浅的身份，怕是夜华返回天宫了。你们的聘礼啊，还没准备好呢。父君说的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